想象一下2025年比特币是否会突破100万美元的天际，这轮牛市究竟还在不在？今天我们将一探究竟，揭开加密货币市场的神秘面纱。无论是市场暴涨暴跌的惊险瞬间，还是那些你听过但从未思考过的事件，都会在这里一一呈现。准备好跟我一起穿越这场加密风暴，找出未来的投资密码了吗？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新加坡时间晚上19点30分。比特币目前在84000美元左右啊。那上礼拜我们刚刚经历了加密货币史上最大的一个骇客事件，Bybit被盗15亿美元等同的以太坊。紧接着在这个礼拜，比特币就创下了22年 FTX 崩溃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我们是不幸的，但我们不是孤独的，因为科技股在这段时间的话也是大跌，黄金也是遭受到猛烈的抛售。我们看到加密货币的恐慌和贪婪指数是破天荒的，在3月1日的时候来到10，现在是24。你要想目前是在牛市的时候，不对，我们现在真的是在牛市吗？首先我们来看几个重要的数据和指标，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担心的就是这个牛市它到底还在不在。那我们要评判牛市在不在，其实有很多方法，我自己会看的基本上就几个。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的交易量，你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交易量的话从去年11月高点到现在是呈现越来越少的情况。而价格的部分算是盘整阶段，也就是所谓的价平量跌。那讲是这样讲，其实这也只能说明多方无力。距今呢，暂时不想拿出更多的筹码来出来拉盘。那在过往的历史当中，几乎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它现在正在休息，要么就是它等待整个趋势反转。那要如何判断现在是哪一个呢？我们可以从其他的数据当中看出。20年在第一个牛市主升段当中，比特币小距金持币的总量是跟随价格一起上升的，而22年的牛市一开始也是跟随上升，直到去年3月份才开始下降。我们要思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20年等同于22年，那么价格大概率的话是要往下走的，也就是牛市结束。那可能有没有其他一些说法，就可能还会有下一波涨幅呢？你要问我哪一种可能性比较大，我自己觉得是后者，当然我也不会平白无故的跟你说它后面一定还会涨，这有点太疯魔了，咱们还是要讲究一个有理有据。首先第一点，距今持币总量历史最高点到现在都还是2021年，换句话说，这一轮牛市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历史高点，这跟以往的过往历史来说是比较奇怪的。而且不管是哪个量级的距今啊，这持币总量的话都没有创新高，那么这是第一个可以反驳牛市结束的理由。再来第二个，就是比特币100天跟200天的 EMA。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图，个人判断的方法就是，如果100天的 EMA 贯穿了200天，那么且差距逐渐拉大，我才可以判断说这轮牛市已经结束了。那依照这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100相距200天还是很有一段距离的。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各位，这只是大趋势的评判标准，因为均线指标都会有浮动的问题。什么意思呢？MA 的话纯粹是把历史收盘价去做平均，然后画出来的线，而 EMA 的话是指数移动平均，它会让比较靠近现在的价格有更多的权重。可即便是如此，均线都是依据历史数据去画出来的，所以我们只能判断说，从过往的数据来看，100天跟200天 EMA 出现交叉的时间点跟牛熊转换的时间点差不多，而不是说它有特别的意义。这样就是你会明白吗？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它是有滞后的问题，所以你要搞清楚因果的关系。不是 EMA 出现拐头，所以价格开始往下掉，而是因为价格往下掉才让 EMA 往下走。不要觉得说是指标影响价格，实际上是价格影响指标的走向。不要乱用指标开单。上述讲的就是我认为还是牛市在的理由啊。那么只是距离牛市结束大概率的话也是不到1年的时间了。如果你相信币圈自身周期的话，那么牛市可以维持到今年9月份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从今年9月份开始的话，如果地标表明牛市结束，那应该就是做空的市场了。这个礼拜的消息非常多，我会一则一则带大家看过去，分析每个造成恐慌的点。第一个新闻，我们看到这个礼拜最大的罪魁祸首还是它，加墨关税3月4日如期实施，川普表示中国大陆将被额外征收 10%。那在过去的一整个月当中，或者说过去的2-3个月之间啊，川普基本上他每次说一件事情，币价跟股价都会一起进行暴跌。关税在2月3日的时候呢，川普当时表态，他要做到各种的关税，那币价不是暴跌的一波吗？隔2天他又说，我们这个关税的话可以稍微延后1个月，然后再实施，还是可以进行讨论的。然后币价的话就蹭开始往回涨。但是在这个礼拜，
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强调了，由于毒品仍然可以从加拿大跟墨西哥流入美国，所以他对这两国提议加征的关税将会如期3月4日开始实施，并且呢，他也同日表示将会对中国大陆加征10%的关税。很明显的是，这是对市场又加了一剂强心针。不过这个强心针是在告诉大家，我们要收关税是真的在收关税。如果有一些新来的观众老爷不了解，之所以看川普说收关税会让大家觉得恐慌，是因为现在在这个通货膨胀比较高的一个阶段，关税基本上只是代表着外国进口的商品会变贵。那这些如果民生的外国商品变贵的情况下呢，自然价格会上升，那么就是让通货膨胀率上升，降息的几率就会变低，大家期待的降息带来新一轮货币宽松的政策自然就破空了，也就不利于股市或者加密市场这样的一个风险市场。知道加税会带来这么多负面影响，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啊，他想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比如说汽车行业，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那以前的很多车企为了省钱，跑去墨西哥这些国家去建厂，因为这里呢劳动力比较便宜，生产成本降了不少。生产完之后呢，再把车出口到美国来进行售卖。那么这么一来，美国本土的汽车制造业就比较惨了，工厂的订单量比较少，工人呢也没有活干，曾经的这个辉煌呢就会逐渐暗淡。所以说，特朗普一看这个不太行，所以美国制造业就不能这么垮了。那么他就能提高关税，给那些车企做一个选择题，要么你就在美国本土建厂，要么你就交高额的关税。如果说关税加的足够高，那些车企一看不太划算，我去墨西哥虽然市场人工成本是低，但最终的成本呢，由于关税的提高，运回来之后呢，成本就跟我在美国本土创建厂的话成本差不多，觉得不划算，那你不如直接在本土当中去做。这也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一个雄风，也是特朗普当年去许下的一个愿望，给那些选民许下来的愿望。再者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之间的政治事件，虽然看似与加密货币直接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其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市场不确定性，可能对加密行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市场波动和避险的需求，监管与政策的反应，投资者情绪和信心的变化，全球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风险。总体来说呢，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这一事件会在短期内增加加密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而在中长期，它有可能促使投资者重新评估风险资产的配置，并推动行业在监管和技术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关键在于投资者需要在关注政治动态的同时，保持理性，分散投资，并密切跟踪政策变化，以在风暴当中稳住阵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英伟达？那上个礼拜出来的英伟达财报，他们的业绩其实是相当亮眼的，但是呢，周四他们的股价却止跌式暴跌 8.5%， 创下2018以来公司财报发布日后的最糟糕跌幅。明明他们今天的业绩就是好几百亿，而且都是超出市场的预期，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的话，市场依然是给你单日跌 8.5% 的成绩。显然就跟我们平时在说的，即使我们今天看到加密货币市场本身发展的都还不错，但只要总体经济今天降息就是不来，那今日缩表就会继续的进行，近日的关税也会越来越严重。短期之内的话，要看到价格跟上人们的预期还是会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币圈。任何无论是骇客的事件或者是任何天灾人祸，就一路上加密货币15年走出来的话，非常坑坑洼洼。但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个信念，那些杀不死你的能够让你变得更加强大，但前提是这个杀不死你的东西，你必须要在里面学到教训。很多新人观众老爷刚入币圈没多久，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了入圈必备工具，使用下方链接即可轻松注册币安、OKX、Bitget、Get.io 主流交易所。作为新人注册，不仅可以享受到各大交易所带来的新人福利，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永续专属手续费减免折扣，赶紧注册起来，成为币圈的一员。另外，在每一期视频当中，下方链接的话都会体现，你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跟单链接，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为自己带来收益最大化。好了，观众老爷们，今天我们从加密市场的极端波动当中走过了一程，从那一日的狂牛到随之而来的瀑布式洗练。2025年的市场或许依然充满惊喜与未知，但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只有掌握科学的风险管理、合理的仓位控制和多元化投资策略，我们才能在这场风暴当中稳住阵脚，甚至捕捉到潜藏的机遇。
无论未来市场如何变幻莫测，请记住，保持理性，持续学习，灵活应对才是我们生存下来的法宝。你怎么看待未来的加密货币走向呢？有哪些策略是你准备采取的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下你的见解，与大家共同探讨。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来说还是有所启发的，请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通知，让我们在下一个视频当中继续深挖加密货币的最新动态。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